我觉得在你们两个还没有遇到更大的对立事件之前，告诉他你是婴童，也未尝不可。金雅姐，怎么没去吃饭啊？金雅姐，金雅姐，哎，你怎么了？没事儿，我不饿。哦。你们下周做好准备啊，没准儿我又要搬家了。文文姐，你快过来看，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爆料。那么您在网上连载的有关揭露我们婚恋网站骗子的一个文章，非常的轰动啊！想请问您是什么来促使您做这件事的？很多女性被骗，其实是男性利用了女性的困境。我的目的不是批判男性，而是让女性找到自身的困境。当然，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赶走婚恋网上的那些骗子，那就再好不过了。你好，曹女士，您能帮我签个名吗？可以呀。谢谢。你好，可以认识一下吗？对不起，我得赶时间回家写作。是写关于你跟政委的爱情故事吗？你是谁？是政委派你来的吗？我知道很多女性之所以成为作家，都是被生活所伤害。你也是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十几年前，有个无知的少女被男人蒙骗，生下了孩子，然后又把她送给了老家的亲戚，就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继续潇洒的生活。你说，如果这个孩子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想？你的读者知道了，又会怎么想？无耻！撤掉所有的稿件，连你自己都没有走出男人给你的困境，就不要再教育别人了。什么事？江总让我告诉您，那个曹萍萍已经撤掉了所有连载文章。哦，知道了。你说什么？爆料里那个林钟硕，是文文姐现在的男朋友？小声一点。真的假的？哎，我不是天天接文文姐吗？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有一次他俩从楼里出来，特别亲密。后来是香怡姐告诉我，我才知道，那是文文姐男朋友。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你说这个爆料会不会是假的呀？会不会有人故意要整这个林钟硕？
喂 ，Derek， 我想问一下，3年前彭翔空难发生的时候 ，BCN 亚洲分社都有哪些在职记者？哪怕1个也好。这我得问问，当时的人都已离职了。哎，对了，你问这干嘛？啊，没什么，就是随便打听打听。好，我问到后告诉你。好。喂，我们晚上在哪见啊？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我等一下打给你。啊，好。贾总，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机构公关不会代理仙源网。可能就是因为你拒绝了我，我就更加想请你来帮忙。曹萍萍已经撤掉了所有的连载稿件，这事你知道吧？看来贵公司还是很有办法的。其实吧，曹萍萍是我派来网站做卧底的。我和蒋墨北一开始创建这个仙源网的初衷，只是为了想让科技改变生活，让大家生活更美好而已。可是现在呢，我们俩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他是一个学金融的，在他眼里只有数据、财务报表。为了增加会员的数量，他就一味降低会员注册的门槛。你要知道这2年来，我们的会员投诉有多少吗？每天都有无数的会员被骗财骗色。这一点，我们网站也难辞其咎。不过法律对于感情骗子真的是很难界定，所以有些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只要我们网站的会员数额在增加，公司的估值就会更高，也会更容易融资，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在意这个网站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有些恶人作恶的工具了。至于那些被骗的会员，可能在他眼里看来只是一些冰冷的数据，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这些伤害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所以，贾总安排曹萍萍卧底仙源网，为的是要改变网站的现状。没想到，贾总还有这样的苦心。现在说这个也晚了，我感觉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点，之前所有做的都白做了。我觉得吧，这事儿你应该跟蒋总好好谈谈。跟他讲，根本没法讲。你要知道，除了公司需要宣传配合的时候，他才需要我，除此以外，没什么可聊的。除非我跟他提出离婚，这对他来说是个威胁。可是吧，我也不想这样。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来帮我。你之前说的对，我们网站的问题是自身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能让公众明白，我们网站真的是愿意做一个彻底的改变。我很感动于贾总有这样的责任感，我也很希望跟您这样的客户合作。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另有苦衷。我有一个朋友牵涉其中，我需要保护他。朋友？难道你朋友也在仙源网被骗了？啊不，他跟仙源网无关，具体的我不方便透露。
林总，还是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对了，宏伟公关的方丽，你认识吧？怎么了？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曹萍萍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撤掉了所有的文稿。他现在是政委的公关，说是为了政委，但其实他是为了摆脱政委这个小客户，真正成为我们仙源网的长期客户。但是你要明白，林总，我真心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合作。姐，你也别担心啊。虽然办公室那几个说他俩是一对儿，但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像。倒是姐，我觉得你别老在一旁观望。林总这个人，魅力还是挺大的，真的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你要是这么在乎他，你就加把劲儿把他追回来。姐，那得加速啊！不是姐，哎，姐，太快了，姐，哎，加把劲儿啊！太快了，会死人的！好的，贾总，哎，我知道了。对，我们也需要尊重林总的意思嘛。好，再见。贾总说林钟硕还没有坚守仙源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方丽又搅和进来了，他在顾及您的想法。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对待方丽？您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你现在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倒是觉得，方丽现在手里最大的筹码不是您做那件事的证据，那是什么？恐惧。您内心的恐惧。你之前不是还让我舍弃林钟硕，向方丽妥协吗？怎么现在你变了？因为我不想看到您连死亡都无所畏惧，却怕了方丽。你已经知道我的病了。还有其他人知道吗？我知道您是为了守住公司才不接受治疗的，可如果这样换来的是您对方丽的恐惧，我觉得这个代价太不值得。我觉得我和林钟硕三观挺一致的，我想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了。我觉得在你们两个还没有遇到更大的对立事件之前，告诉他你是婴童，也未尝不可。咦，哇，这个小姐姐你好漂亮啊，好可爱啊，我好喜欢你啊，我叫宝宝，我可以进来陪你聊会天吗？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进来吧。啊，谢谢谢谢，啊，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我为我今晚的爽约道歉。所以你就送我一个这么蠢的仙人掌？送花多俗呀！我这不看你每天对着电脑工作，怕辐射对你的身体有伤害吗？你看看，长多像你啊！嗯，你还真是又细心又体贴啊！那当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得特别的心软和敏感，可能是认识你之后被你给改变了。可是我可不是心软又敏感的女孩，我可没有影响你。在我心里边，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姑娘啊，乖。滚！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你了，
你会怎么办啊？怎么伤害我呀？移情别恋吗？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只要是符合人性的理由，我都可以接受。不是这方面啦，我是说，比如工作啊，或者类似这方面啊。你不会跟那个情感作家曹萍萍一样，在我这儿搞调研吧？我在跟你说认真的。来来来来。我呢，希望你永远都要按照你的原则来做事，不要为我做出任何的改变，因为你为我做出的改变和妥协，都会反过来伤害我们的关系。我看重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而不是我自己。讨厌你！静雅，来杯啤酒。静雅，我没想到你还会再见我。我当初离开你是以为你能回归家庭，没想到你还接着出去祸害别的女人。谢谢。那个女作家曹萍萍在网上连载的关于仙人网的第10个感情骗子，是你吧？可以呀，张伟，色胆包天，你就不担心身份被暴露？你们这些女人还需要我来骗吗？啊？你们自己就会骗自己。你们只要看着男人住豪宅、开豪车，什么都愿意相信。我老婆是这样，你不也是这样吗？告诉你，网上的其他女人更是这样，只不过是我倒霉遇见了曹萍萍那个贱人，要不然我还会给其他女人更多的幻想。我原本还幻想是不是个误会，看来是我想多了。政委，我欠你一句再见，今天补上。静雅，你听我给你解释。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是故意气你的。你知不知道你离开我这段时间，我有多难过？我连公司的生意都没心打理了。我注册那个网站，我完全是为了寄托对你的思念。姐，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现在回去跟我老婆离婚，我们俩在一起好不好？我们再也不离开了，相信我。这人太多了，我知道这附近有家酒店，我们还像昨天一样开瓶好酒，好不好？好啊。来买单。
这个女人身份查到了吗？不用查，身份会自己送上门来的。什么意思？这个人不是婴童的吗？他叫卓香怡，只是婴童的运营总监，而背后的主笔，应该就是他身边的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从他工作地点附近的保洁那儿打听过了，他可以确定，只有这个女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所以，她才是婴童的灵魂人物。要是这样的话，那可就有意思了。希望你永远都要按照你的原则来做事。不要为我做出任何的改变，因为你为我做出的改变和妥协，都会反过来伤害我们的关系。高总。我已经决定了，同意和鲜业网合作。我都知道，鲜业网内部有分歧，总裁蒋漠北更倾向于和方丽合作。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在方丽面前退缩。这件事情不光是为了方丽。好了，我知道在躲猫猫上市的这个事件中，我有些犹豫。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犹豫了。我既然请你过来，就是希望你放手和方丽去竞争，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吧，我知道了。但是我必须要顾及因为鲜业网的事件卷入的其中一个人。即便我接了鲜业网这个危机公关，我也必须要把他的伤害降到最低。郑硕，现在我们和方丽的斗争是越来越严峻了，但请你记住我说的话，一定不要感情用事。哦，对了，我已经安排伟伦去负责台湾的业务去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他都不在。不过呢，我给你找了一个得力的人来帮你，这个人呢你也认识。李岩，你们进来吧。高总，欢迎你啊，袁卫。林总好。林总这是不欢迎我吗？我请袁卫过来，出任季格的法务副总裁，不仅处理公司的法律事务，你那边的很多工作也都需要法务支持。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配合。您放心，我们会好好配合的。你来季格公关是什么意思？一个女人做律师太辛苦了，换做甲方轻松轻松。别的女人说辛苦我信，你是那种越辛苦越亢奋的人。直说吧，你是因为我来的。我完全是因为高总给了我理想的薪资和职位。再说咱们俩的事儿，那天不是已经聊得很清楚了吗？是，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很多事情啊，别那么早下结论。我觉得就先别想那么多了，顺其自然吧。这个是仙源网的合同，我已经审过了，公司也盖过章了，你拿给对方吧。林总，合作愉快。林总，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仙源网的合同你还没签吧？你已经知道了。我想先跟你谈一下，再签合同。你们这些女人还需要我来骗吗？你们自己就会骗自己。你们只要看着男人住豪宅、开豪车，什么都愿意相信。我老婆是这样，你不也是这样吗？网上的其他女人更是这样，只不过是我倒霉遇见了曹萍萍那个贱人，要不然我还会给其他女人更多的幻想。等我把这个发到网上，你再签。一会儿文文来了，你们俩可千万别提彭翔空难的事儿。好。姐，早。早。文文姐，刚刚有人曝光了说，路塔公司前 CEO 郑伟隐藏自己的已婚身份，在仙源网上欺骗女性的事。我们今天要不就跟这件事情吧？对呀，男欢女爱的事情，公众最感兴趣了，肯定10万加。从今天起，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彭翔空难爆料的调查上，其他的事情先放一放。怎么了？网上的其他女人更是这样，只不过是我倒霉遇见了曹萍萍那个贱人，要不然我还会给其他女人更多的幻想。哇，这个郑伟不得身败名裂啊！他还怎么创业啊？何止他完蛋啊！你是没看到舆情，网友们都说仙源网审核有问题，啊，助纣为虐。哎，不过这么隐私的录音是怎么流出来的？这谁知道？说不定有人要伸张正义。有道理。特大新闻，你知道那个伸张正义的人是谁了？谁？哎，不是，公司来了一个全新的副总，你们猜是谁？猜。这哪能猜出来？你猜。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袁律师，袁卫姐。袁卫，人事部的人说的。入职手续都办完了，就差在全公司内部公布了。不是，他如果来，那咱们林总该多尴尬呀！妹妹，你担心什么呢？那大哥一人尴尬，咱们不吃亏啊，对不对？你想想，最关键的是以后我们可以看大戏了，对不对？你要看我什么大戏啊？
没关系，我一丝的一点精力放在工作上，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知道吗？我刚想说什么来着？马林不好好工作，要等着看你好戏。我是想说，我们正式接受了仙源网的委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帮他处理会员身份欺诈的危机公关。你们准备一下，待会儿跟我去趟仙源网。好。姐，我到这上班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姐，你不会是为了林总连律师都不当了吧？我再告诉你一次，我到这儿上班不是为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值得我这么做。OK？ 姐，你说这话谁信啊？你肯定是为了林总，你不是为了林总，你最好跟我保持点距离。如果林钟硕知道咱们的关系，小心连饭碗都保不住。姐。宝宝，跟爸爸再见。爸爸再见，大点声。再见。爸爸再见。慢点开车啊。哎。方丽，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跟我解约？因为你太愚蠢。我已经帮你摆平了曹冰冰，你又搞出了别的事儿来。你们公司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也就用不着做什么公关了。早就该看出来你是这种人。你忘了你当初离开季哥公关的时候是怎么求我的啊？我现在没价值了，你说把我甩了就甩了。对不起，郑总，我们宏伟公关是正规的公关公司，不会代理道德有问题的客户。我告诉你，你少跟我说这些，我只不过是犯了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怎么了？啊？你敢保证，你就永远对你的家庭忠诚？我对我的家庭当然忠诚。像你这种人渣，不能和所有的男人相提并论。我要是你，就赶紧回去求你的妻子，不要跟你离婚，至少这样，还能守住你一半的家产。方太太，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因为你老公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因为咱俩是同类人。你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回去吧。我们有预约了。哎，你好，这边登记一下吧。注册1分钟，噩梦一辈子。你好，这边请。哎，从哪儿都有你啊！我哪儿得罪你了吗，林总？啊，林总，你们来了，都见到了。袁卫呢，是我初中同学，也是我的好闺蜜，是她给我推荐你们公司和林总你的。这次吧，我们新源网的危机也是涉及了很多法律问题，而我的法务呢正在休产假，所以我就叫袁卫过来帮忙。林总不会介意吧？当然不介意了，有袁总为我分担工作，
我求之不得呢。那就好，大家赶紧坐吧。首先，特别感谢林总能够帮我们仙源网这次忙。政委的录音曝光之后，对我们仙源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大家也知道，政委其实是一个挺有名气的公众人物。他这次在仙源网出事，公众的矛头不仅指向他本人，更多的是指向我们仙源网的安全漏洞问题。所以我想通过这次危机公关，能够彻底的整改我们仙源网。听贾总的意思，应该已经有了具体的方案了。我们的确在做一些修改仙源网安全漏洞的方案，其中增加了一些线上的审核，以及线下的员工审核。这些吧，都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运营成本，不过会有效地降低那些会员注册的时候隐瞒自己身份的一个欺诈性。本来这个计划我是想明年再上线的，不过既然发生了这次危机，我就想提前上线。所以您是想我们配合，来推出这套会员安全审核的方案？我并不想单纯的去平息舆论对我们仙源网的攻击。如果不能够整体的解决我们仙源网自身的问题的话，我认为任何的危机公关都是没有意义的。真希望我们所有的客户都能像您一样。没问题，我们会全力配合推出这套方案的。那就好。那既然大家这么契合，正式工作之前，咱们先把合约签了吧。嗯。等一下，你出来一下。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在公司负责的是公关工作，我应该有权利决定聘用哪家公关公司吧？可我没让你上线那个认证系统。你要知道，公司现在出现的是安全和信用问题。如果你光是个道歉的话，公众根本不会买单的。现在我们应该想办法的是解决和修正一下我们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可现在不是时候，咱们公司在进行第一轮融资。这也许是上市前的最后一次融资了，你这时候上线这个认证系统，势必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还会流失大量的会员，你知道吗？流失又怎么样？流失的也不过就是一些骗子嘛。我们做企业，好歹也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嘛。当初我和你结婚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怎么现在变得眼里只有钱？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就是为了钱，我只为了钱。可我每天在背后辛辛苦苦的找投资，我容易吗？你每天都干什么？你就知道追求你那不切实际的理想。你什么都不会，你知道吗？我什么都不会。行，我在你眼里如果什么都不是的话，那你罢免我呀？怎么，不敢是吗？你是担心我和你的婚姻破裂之后，你的投资方不买单？打个退堂鼓是吗？还是担心别人笑话你啊？哼，搞婚姻网站的两个夫妻，自己婚姻都搞不明白，还给别人带来幸福呢，真可笑。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一人都让一步，好吗？这方丽怎么也来了？她不会要跟我们抢客户吧？哦，对了，她不是代理政委那边的吗？按说她应该跟仙源网是对立的才对啊。对啊。看来袁律师还是追随着钟硕一起来了。我一直以为袁律师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没想到在男欢女爱上面，也是不能面死我。没办法呀，这个世界呀就是这么不公平。有些男人呢就是这么有魅力，什么都不做就让人围着他团团转；有些人呢，什么都没有，还要去抢别人的。哎，冯总，您这次来不是抢季格公关的客户吧？